呢個禮拜最令華爾街震驚嘅唔係數據本身，而係數據背後嗰種魔法。大家有冇留意到困擾咗美國足足3年嘅通脹，好似一夜之間變走咗咁？但係如果你細心睇下呢個所謂嘅通脹降溫，其實係充滿咗爭議嘅。同時間，Elon Musk 喺德拉瓦州贏咗場漂亮嘅勝仗，佢嗰份2018年價值1390億美元嘅薪酬方案正式獲准恢復。呢件事對 Tesla 甚至成個 AI 賽道嘅士氣影響真係好大啊！好，喺我哋正式開始之前，照舊要提一提大家，本節目所有內容都係我個人嘅分析同觀察，只作資訊交流用途，並唔構成任何投資建議。投資涉及風險，大家做任何決定之前，記得要做足自己嘅功課，衡量翻自己嘅風險承受能力。當然，最重要嘅係，如果你覺得我嘅分析對你有幫助，就記得 comment、like 同 share， 再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咁就唔會錯過我哋每個禮拜嘅深度市場分析啦。講翻正題先啦，依家嘅宏觀背景真係幾複雜㗎。一方面，我哋睇到大型科技股喺美光同埋甲骨文嘅帶動下，喺啱啱過去嘅周五強勢回歸，道指最後報48,134點，標指升咗0.88%，納指仲犀利啊，彈咗1.31%咁多。不過呢，喺呢片歡呼聲中，我哋見到 Nike 因為中國業務唔掂同埋關稅壓力，股價單日跌咗超過1成。我哋先嚟拆解下嗰個令市場又驚又喜嘅通脹報告啦。美國勞工統計局公布嘅11月 CPI 年增率竟然降到2.7%，核心 CPI 仲低啊，得2.6%咋，係2021年3月以嚟嘅新低喎。聽落去好似好靚仔啊嘛。但係咧，我個人觀察到一個非常危險嘅信號，就係呢份報告入邊有大量嘅空白，因為之前政府關門10月份嘅數據幾乎係零收集，所以依家個數字其實係 BLS 靠模型估出嚟嘅。紐約聯儲銀行總裁威廉斯都講到明，呢啲技術性因素扭曲咗真相。如果你問我嘅話，我覺得通脹體感其實仲係好熱，大家千祈唔好因為呢個2.7%就以為聯儲局出年1月一定會激進減息啊。講到市場異常現象呢，我就一定要提下甲骨文同埋美光呢兩位主角啦。前幾日甲骨文因為融資傳聞股價大跌，市場擔心 AI 基礎建設嘅錢唔夠用，甚至連佢嘅信用違約掉期 CDS 都飆升到150個基點以上，呢個係債市發出嘅救命信號嚟㗎。不過呢，美光就真係單騎救主啦，佢公布嘅財報簡直係碾壓預期，下季指引嘅 EPS 竟然高過市場預期成倍咁多。美光管理層話，佢哋明年嘅產能已經100%被預訂晒啦。呢個信息直接話俾全世界聽，雖然融資端有雜音，但係 AI 硬件嘅真實需求依然係爆發性增長緊嘅。所以咧，科技股周五嘅反彈其實係一種信仰修復。咁我個人嘅具體策略係點呢？老實講，依家絕對唔係盲目 all in 嘅時候。根據美國銀行最新嘅基金經理調查，依家機構嘅現金水位已經跌到3.3%嘅歷史低點。歷史話俾我哋聽，當大家手上都冇錢再買嘅時候，隨後一個月嘅平均回報通常係負2%左右。所以我依家嘅做法係唔會去追嗰啲已經升到天價嘅高 beta 科技股，反而會將部分資金撤退到防禦性板塊，好似醫療、公用事業，甚至係能源股。雖然油價跌到$55左右，創咗2021年2月以嚟嘅新低，但係特朗普對委內瑞拉嘅全面封鎖，隨時會令能源價格出現劇烈反彈。呢個就係我目前睇緊嘅 Alpha 堡壘。再睇下市場內部嘅橫切面掃描，你會發現資金真係搬緊家㗎。高盛嘅數據顯示，對沖基金正喺度買緊科技股，買入醫療同埋金融股。Tesla 雖然創咗收市新高，但係 Nike 同埋一啲傳統零售股就跌到7個1皮。呢種板塊輪動其實係機構喺度鎖定獲利，為2026年做緊重新部署。尤其 SpaceX 依家嘅私募估值已經去到8000億美元，竟然超過咗美國6大國防承包商嘅市值總和。呢件事反映出舊時代嘅護城河正喺度被新科技無情咁跨越緊。喺重大主題方面呢，我一定要深談下 Elon Musk 嘅勝利。德拉瓦州最高法院推翻咗下級法院嘅裁定，恢復咗2018年 Elon Musk 嗰份3.04億股嘅期權方案。呢件事對 Tesla 嘅財務報表嚟講係即刻解除警報，因為原本公司可能要預留幾百億美元做補償費用，依家全部慳翻。而且 Tesla 已經將註冊地遷到德州，仲設咗個3%持股嘅告狀門檻，即係話依家只有 Musk 自己先有資格告間公司。呢招真係絕啊！如果未來 Robotaxi 同埋人形機器人真係達標，Musk 下一份薪酬計劃價值仲可以去到8780億美元。呢個男人真係將想象力變做購買力嘅王者。最後我哋望下全球宏觀視野，日本央行加息到0.75厘，呢個動作令到環球債息一齊升。日本10年期國債孳息率升穿2厘，係1999年以嚟第一次。呢種資金成本嘅上升，對全球高估值嘅資產嚟講，係一種長線嘅重力牽引。
加密貨幣方面，比特幣雖然一度回升到88000美元水平，但係呢個禮拜錄得5億美元嘅贖回，反映出部分資金正喺度轉向黃金。黃金基金單周吸資31億美元，可見避險情緒其實仲係好重嘅。總結嚟講呢，今日嘅市場劇本就係 AI 業績狂歡 vs 宏觀數據水分。數據雖然可以被修飾，但係趨勢係好難掩蓋嘅。我嘅建議係仰望星空嘅同時，一定要腳踏實地。好，今集嘅內容就差唔多到呢度。如果你想知我更多對於宏觀以及個別公司嘅詳細基本面分析，歡迎你加入我哋嘅會員專屬內容。我哋會喺會員區提供更深入、更具體嘅分析，連結就喺下邊嘅資訊欄。最後仲有幾日就到聖誕節啦，喺呢度預祝各位聽眾戰友聖誕同埋新年快樂。今集嘅跨市博弈就到呢度，我係徐立言，我哋明年再見。